最近呢，多地的业主开始停止房贷了，原因呢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呢出现了烂尾楼，老百姓呢不想再背这个锅了，不想呢我没有拿到房子，我还要无止境的呢给银行还着贷款，那么我图什么呢？以前呢都是银行比较硬气，银行说呢现在资金紧张，或者说呢指标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呢额度不足了，我要暂停的发放贷款。那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呢，只能干瞪眼。那么现在呢，业主开始硬气了，开始呢主动的停止这个烂尾楼的房贷了。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讲一讲，多地的业主开始停贷是否会改变房地产的格局，未来房地产会不会大变天？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从1998年房产呢开始改革，从以前的分配制呢到现在的自由买卖，房产发展了20年，中国的经济也腾飞了20年，城市化率也轰轰绿绿的进行了20年，人口呢也进城了20年，导致的房价呢也持续的走高了20年。从98年的均价2000到2021年的均价过万，那么房价上涨的速度令人咋舌。但是现在老百姓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想要买房，但信心却不足，或者说信心完全受创。那为什么会受创呢？来自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房价太高，我们的收入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导致到我们越来越买不起房子。如果呢你想通过你攒工资的方式去买房子，那么大概率10年前你在想，10年后你仍然买不起，因为首付每一年也在高涨。那第二点呢，就是买的房子不保险，有可能呢开发商偷工减料，也有可能呢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变成了烂尾楼。总之呢，我可能买了这个期房，到最后呢拿不到房子，我还要还着贷款，我搞的呢是人财两空。那第三点呢，就是不敢买房，我也不敢消费。不敢买房呢，就是现在当前的一些大环境，很多人判断房价呢没有触底反弹，我要等。还有呢，就是说我要呢留着钱以应对呢家庭的风险，我不敢去消费。况且呢，房子是一个大宗商品，一动呢就是好几百万，那可能呢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宁愿呢租房，我也呢不敢下手买房。所以呢，这就是人们的信心不足，或者说信心严重受创。那么信心不足的根源在哪里呢？那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是源头出了问题。源头在哪里？房地产的源头就在开发商嘛。那么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预售制度和公摊制度。我想问大家，预售制度和公摊应不应该取消呢？那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是要取消的。首先，预售呢就确定了这个房子是有风险，它是期房，那我不知道呢未来这个房子能不能建成，但是呢我却要在房子没建成的时候掏大把的钱全款买了这套房子，那么风险全部是由我承担，没有任何人给我担保说这套房子没有任何问题。那第二，还有公摊。公摊呢，就是说我买了一些无用的面积，平时呢我也用不着，我买一个100平方的房子，实用面积只有80平，也就是说呢有20平方的面积，我花了钱，但是这70年都跟我没关系。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资金被挪用。那很多时候呢，房子成为烂尾，别说办这儿了，你住进去都困难。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你的钱被开发商进行了挪用啊，资金监管呢出了漏洞啊，没有呢专款专用。按正常来讲呢，你花的这个钱呢是要用于你这个购房的，但是开发商呢在中间截胡了，没有把你的钱打到不动产中心的监管账户，导致到你办不下来预售合同，而这些钱呢又被开发商拿来用于还债，或者说呢用于别的楼盘的建设，又或者说呢别的土地的竞拍等等，总之你的钱已经被别人用掉了。那么这个时候房子烂尾，或者说你办不了产证，那也是理所当然的。那还有第三呢，就是后续的维权比较难。为什么维权比较难？我想问你，当房子出现了烂尾，你用什么方式去进行维权？你找开发商，那开发商说我破产了；你找银行，银行说和我没关系。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能祈祷他尽早的复工，尽早的由企业来接管这样的烂尾，进行后期的建设。但是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我想这个烂尾楼复工呢是遥遥无期的。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参与者呢陷入了一个怪圈。什么怪圈呢？开发商
之前在过去20年无序的扩张导致到呢这个风险增大。好了，在2020年年底呢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给了3道红线以后呢，开发商意识到不对啊，暂缓拿地，要处理呢自己的债务，但是呢自己的债务已经变成了资不抵债，很多开发商呢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因为呢如果你的负债不降呢，你又到其他别的地方融不了资，拿不到钱，那怎么办呢？开发商就想办法了啊，就是多建楼盘，把自己囤的土地马上拿出来建房子，建完房子以后老百姓就能买，就能够呢拿钱给我，这样呢我就能够缓解我的危机。但是作为购房者来讲，由于呢开发商有了3道红线，很多开发商爆雷，再加上近2年呢开发商盖房子真的很糊弄，质量呢出现了很多大问题，比如说业主家里面漏水，对吧？或者说呢这个地下车位啊里边全是积水等等都不说了。好了，购房者的信心呢严重受挫，那购房者呢就是观望，就不下手买。那这样呢就产生了2个结果。第一呢，开发商想降负债又没有办法拿到钱去降负债，购房者想要买房子又不敢买房子，所以这个债务越来越大，房地产市场越来越不健康。这显然呢和我们的房住不炒呢是违背的。那么通过现在呢多地业主停贷的这个事情，也给房地产呢敲响了一个警钟。未来呢想要这个房地产健康的发展，那么可能会变天。怎么变天呢？有几个方面可能呢速度会加快。第一呢就是预售制度和这个公摊制度有可能会进行加快的取消。本身呢这个预售制度呢就不是合理的。你可以想一想，我们说房子是商品，那白菜同样是商品，我们去菜市场买白菜是不是交钱直接买成品？没有谁说去买一颗白菜要提前等到这个白菜还是种子的时候就在预定，对吧？那么房子就是这样一个套路，当房子都还没有建成的时候，甚至我们连什么户型都不知道，我们就已经全款把房子买了。那接下来这么大的风险谁来给我们扛呢？实际上受害的最终就是我们的购房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肯定有健全的机制呢，能够把这个预售制度和这个公摊面积呢直接给取消啊。最重要的是呢，到最后会变成现房销售啊，就是即买即办证啊。我们呢能够看到小区的绿化，我们也能够看到小区的规模，甚至呢能够看到小区的质量。所以这个时候主动权呢就在我们的购房者手中。我们需要的呢是负责任的企业，而不是需要呢圈钱的企业。当前很多开发商不是真正的为老百姓着想，而是想办法从老百姓手中圈钱。那么这样的房地产能不爆雷吗？那第二呢，是对整个房地产的方方面面加快整顿。那在去年呢都已经说过很多方面的，但我觉得未来呢这些东西可能会加快的去进行完善啊。比如我们说的对银行，对吧，降低金融风险，对开发商要留有实力的负债在安全范围之内的开发商，对于这个房产中介要进行规范，不能够浑水摸鱼，要以呢专业的姿态出发。对于物业啊，也是要有规定，不能够呢骑在购房者的头上拉屎，而是要专心的为业主服务。还有呢，租房市场更加的规范，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我觉得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5年之内应该都能够全部得到解决。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呢，加快房地产税的落实。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呢，一天一个变化，暗流涌动。对于开发商来讲，对于购房者来讲，谁都不敢轻易走出那一步，因为现在如果稍有不慎，房子就会成为你的负资产，稍有不慎，你就会被套牢20年到30年，稍有不慎，你就有可能买到烂尾楼。但是这3个方面呢，如果在未来加快进度去进行的话，那我相信我们普通老百姓去买这个烂尾楼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少，我们买到的房屋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买到的价格也会越来越合理，房地产市场呢终将健康平稳的发展。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